如果3亿年前的地球环境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出门散步的时候，头顶可能飞过翅膀比胳膊还长的巨型蜻蜓，脚边可能爬过比双人床还长的巨型蜈蚣，就连草丛里藏着的蝎子都能长到半米多长。为什么这些曾经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史前怪物，后来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真的只是大家常说的氧气变少了这么简单吗？今天咱们就顺着化石留下的蛛丝马迹，一层一层拨开这段几亿年的演化悬案，看看那些失落的远古世界里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意想不到的转折，而生命最底层的生存逻辑又到底是什么？时间往回拨3亿年，那时候的地球和咱们今天熟悉的世界完全是两个样子。你站在那片远古森林里，第一感觉就是闷，空气厚重的像裹了一层浸了水的厚毛巾，每吸一口都带着浓郁的草木和腐叶发酵的味道。头顶的石松、芦木长得遮天蔽日，轻轻松松就能长到30-40米高，一层叠着一层的枝叶把天空挡得严严实实，阳光只能碎碎地从缝隙里漏下来，在铺满腐殖质的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点。踩在厚厚的落叶层上软乎乎的，底下藏着数不清的节肢动物，稍不注意就会惊动它们。那是一个属于节肢动物的黄金时代，是昆虫这一族群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站在陆地生态链的最顶端。很多人都听过石炭纪巨虫时代的说法，但很少有人真的搞懂为什么偏偏是那个时候虫子能长到那么大。答案说穿了，核心就2个字：氧气。当时地球大气里的氧气含量大概在30%到35%之间，而咱们今天的空气里氧气只有21%。你别觉得这差的10%几无所谓，对于靠气管呼吸的节肢动物来说，这点差距就是普通体型和巨型怪物的分界线。我给你打个比方，咱们人类靠肺呼吸，肺就像一个中央空气处理站，吸进去的空气在这里完成氧气交换，再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只要肺功能够强，心脏动力足够，氧气浓度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对我们的体型影响其实没那么大。但昆虫和蜈蚣、蝎子这些节肢动物不一样，它们没有肺这个中央泵站，全身上下布满了细细的气管，就像一套天然铺设的通风管道。空气从身体侧面的气门进去，顺着管道不断分支，越分越细，最后直接送到每一个细胞旁边，全靠氧气自己的扩散作用完成供氧。这种呼吸方式，氧气浓度就是天生的天花板。浓度高的时候，就像水管里的水压特别足，哪怕管道铺得再长再远，最末端的细胞也能拿到足够的氧气。浓度一旦降下来，离气门远的组织先缺氧，体型越大，供氧的短板就越明显。所以石炭纪的高氧环境相当于给所有节肢动物解开了体型枷锁，只要躯壳能撑得住，只要能量能供得上，长得越大，生存优势就越明显。于是就有了我们熟知的那些史前巨虫。顺带说一句，我们今天工业上用的绝大多数煤炭，其实就是石炭纪这些参天植物埋在地下，经过几亿年的地质作用形成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烧的每一块煤，都是3亿年前那个巨型森林留下的遗产。这个时代的名字石炭纪也正是由此而来。这里面最有名的空中霸主就是巨脉蜻蜓。很多资料里对它的翼展说法不一，从60多厘米到70多厘米都有。目前根据最完整的化石标本测算，它的最大翼展是63.5厘米。这个数字你可能没概念，我给你比划一下，差不多是一个普通成年人从肩膀到手腕的胳膊长度。你想象一下，一只蜻蜓飞过来，
翅膀张开跟你胳膊一样长，忽闪着从你头顶掠过去，投在地上的阴影都不像个虫子，更像一只中小型的鸟。而且它不光体型大，战斗力还特别强悍。根据空气动力学的模拟测算，巨脉蜻蜓的平飞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到65公里，冲刺的时候还能更快。这是什么概念？咱们平时在市区里开车，常规限速也就50-60公里，它全力飞起来，跟正常行驶的汽车跑得差不多快。不光跑得快，它的视力还特别变态。它的复眼由好几万个微小的晶状体组成，几乎是360度无死角视野，前后左右上下，不管猎物往哪个方向逃窜，都逃不出它的视线。它的翅膀前端还长着翅质，和现代蜻蜓一样，用来消除高速飞行时的翅膀震颤，保证飞行的稳定性和精准度。它不是那种瞎飞乱撞的虫子，是正儿八经的主动空中掠食者。它会先在高处盘旋锁定目标，然后高速俯冲，靠着灵活的转向能力在空中拦截其他小型昆虫，用带刺的足抓住猎物之后，直接在空中啃食，根本不用落地。有生物学家做过代谢模型测算，这么大体型的蜻蜓要维持基础代谢和高强度飞行的消耗，每小时就得吃掉差不多和自己体重一样重的食物。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时的天空根本不是什么悠闲的飞行场所，就是一片永不停歇的空中战场。每一次振翅，每一次转弯，都可能是捕猎的开始，也可能是丧命的瞬间。体型大意味着能打，但也意味着要吃更多东西，要不停厮杀才能活下去。那时候的天空完完全全是这些巨型昆虫的天下，没有鸟，没有蝙蝠，连能滑翔的爬行动物都还没出现，它们就是三维空间里绝对的统治者。天上是巨脉蜻蜓的主场，地面上的统治者是体型更夸张的节肢动物，比如远古蜈蚣虫，也叫古马鹿。目前发现的化石显示，它最长能长到2.5米到3米。3米是什么概念？你家里的普通双人床也就2米长，这虫子伸直了比床还长一截。它的身体由几十节体节组成，密密麻麻的不足在腐叶里爬过去，地面都跟着微微震颤。早年很多人觉得它是凶猛的掠食者，甚至能捕食早期脊椎动物，但后来的足迹化石和身体结构分析推翻了这个说法。它的口气并不锋利，更适合啃食植物和腐殖质，大概率是植食性的，是森林里的大型分解者，不是主动捕猎的杀手。但就算它不主动攻击，这么大的体型往那一站，外骨骼又厚又硬，当时也没什么生物能惹得起它。真正的地面顶级猎手是布隆杜蝎，这种远古蝎子最长能长到70厘米，差不多也有成年人胳膊那么长。它有一对强劲的大螯钳，咬合力足以夹碎其他节肢动物的外骨骼，尾巴上带着毒刺。根据现代蝎子的毒性推测，它的毒液对付当时的陆生生物基本是一击致命。它平时就藏在腐叶层和岩石缝里，伏击路过的猎物，小到昆虫，大到其他中小型节肢动物，都在它的食谱里。那时候的地球上还没有大型爬行动物，更没有哺乳动物，陆地上能打的全是节肢动物。你可以这么理解，当时的陆地生态就像一个全是重甲步兵的战场，大家拼的就是谁体型大，谁外壳硬，谁钳子更有力。没有骑兵，没有弓箭手，就是纯靠体量碾压。按照当时的趋势走下去，好像节肢动物会一直这么巨型化下去，永远站在生态链的顶端。但演化最有意思也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
从来没有永远的赢家。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闯进来的变量会从哪个不起眼的角落冒出来，然后彻底掀翻整个牌桌。第一个打破局面的变量很小，很不起眼，甚至一开始根本算不上威胁。大概2亿6千多万年前，石炭纪结束之后，二叠纪的早期，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小小的爬行动物，叫空尾蜥。它体长也就30到40厘米，跟咱们今天常见的蜥蜴差不多大，放在巨型节肢动物面前，就像个小玩具，甚至可能是不龙渡蟹的猎物。但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能力，它能滑翔。它不是翼龙的祖先，也不是恐龙，和今天的蜥蜴、蛇亲缘关系更近。它没有真正的翅膀，是身体侧面的肋骨一根根长长的伸出来，像伞骨一样撑起了一层薄薄的皮膜，就像自带了一张滑翔伞。它爬到树顶上，纵身一跃，就能控制身体在树冠之间滑出去很远，从一棵树落到另一棵树上。你别觉得这只是个小把戏，这是生命演化史上第一次有昆虫之外的生物摸到了3维空间的门槛。在这之前，天空是昆虫的专属领地，地面上的生物再强，也只能在2维平面上活动，根本碰不到天上的虫子。昆虫完全没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压力。但空尾蜥的出现，意味着地面的生物开始往天上伸手了。虽然它还只是滑翔，算不上真正的飞行，也威胁不到巨脉蜻蜓这种顶级空中猎手，但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全新的飞行赛道已经悄悄开启了。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爬行动物用的是肺呼吸，靠血液循环输送氧气，氧气浓度下降对它们的影响比对节肢动物小得多。它们的出现刚好赶上了地球氧气含量开始缓慢下降的节点。一边是巨型昆虫的体型天花板在一点点降低，一边是新的玩家带着全新的身体结构入场，此消彼长之间维持了几千万年的平衡已经开始悄悄松动了。当然，真正给巨型昆虫的天空统治画上句号的还不是空尾蜥，是它后来的继承者翼龙。大概2亿3千万年前，3叠纪晚期，翼龙正式登场了。这是地球历史上第一批真正实现主动飞行的脊椎动物。很多人会把翼龙当成会飞的恐龙，其实这是个常见的误区。翼龙是恐龙的近亲，同属于主龙类，但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演化分支。它们和恐龙几乎同时出现，同时灭绝，一起统治了中生代的天空和陆地。它们的翅膀结构和昆虫完全不一样，是第4根手指极度拉长，像一根超长的支架，连着身体躯干和后肢，撑起了一层坚韧的皮膜，就像一张量身定做的机翼。最早的翼龙其实不大，一展也就20到50厘米，和当时的巨型昆虫比起来根本不够看，甚至可能还是巨型蜻蜓的猎物。但演化的魔力就在于，只要方向对了，体型只是时间问题。翼龙走的是滑翔加振翅结合的路线，它们不用像昆虫那样全程不停扇翅膀，只要找到上升气流，就能张开翅膀滑翔很远的距离，消耗的能量特别少。我再给你打个比方，昆虫的飞行就像老式的螺旋桨小飞机，全程得发动机不停转，油耗高，飞不远，还只能在低空晃悠。翼龙就像滑翔机，偶尔扇2下翅膀补能，大部分时候靠气流拖着，飞几百公里都花不了多少能量，还能飞到很高的高度。这种飞行效率上的差距是生理结构决定的，昆虫再怎么演化都追不上。随着时间推移，翼龙的体型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到了白垩纪晚期，出现了风神翼龙这种真正的空中怪物，
翼展能达到10到14米，跟一架小型飞机差不多大，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它站起来有长颈鹿那么高，长着长长的脖子和尖锐的喙，既能在空中滑翔捕猎，也能在地面捕食小型恐龙，是不折不扣的顶级掠食者。到这个时候，天空的格局已经彻底变了。巨型昆虫不光要面对氧气下降带来的生理限制，还要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的空中竞争对手。翼龙会俯冲捕猎，会滑翔长途迁徙，会占据更高的天空生态位，它们的视力、反应速度都比节肢动物高出一个量级。巨型昆虫的生存空间被一点点挤压，从整个天空慢慢退缩到森林的下层，退缩到翼龙懒得去的角落。但说到这里，我要提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就算到了翼龙称霸天空的时代，巨型昆虫也没有彻底消失，它们只是变少了，变小了，依然在生态里占据着一席之地。真正给巨型昆虫时代画上最终句号的是另一类更恐怖、更高效、更灵活的掠食者——鸟类。大概1亿5千万年前，晚侏罗世，德国的索伦霍芬灰岩里留下了一种神奇生物的化石，它就是始祖鸟。这种生物特别有意思，它一半像恐龙，一半像鸟，像一个被时光定格的过渡物种。它身上长着和现代鸟类结构一样的羽毛，有成型的翅膀，但嘴里长着锋利的牙齿，翅膀上还带着3根带爪的手指，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骨质尾巴，完全是兽脚类恐龙的特征。它的翼展也就50厘米左右，飞起来也不算灵活，甚至算不上特别合格的飞行动物，更像是会扑腾滑翔的恐龙。刚发现它的时候，正好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不久，它因为同时具备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特征，一度被称为进化缺失的一环，成了进化论最有力的化石证据。但后来随着更多代羽毛恐龙的化石被发现，我们慢慢知道，始祖鸟其实不是鸟类的直系祖先，更像演化树上的一个旁支。真正的鸟类祖先是和它同时期甚至更早的小型兽脚类恐龙，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全新的飞行路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和翼龙擅长滑翔、擅长长途飞行不同，鸟类靠的是极度发达的胸肌和中空轻量化的骨骼，演化出了高频主动振翅飞行的能力。翼龙飞得远，飞得高，但在狭小空间里的灵活性很差，在茂密的树林里根本施展不开。而鸟类不一样，它们翅膀扇动频率高，转向极其灵活，能在枝叶缝隙之间穿梭自如，想去哪就去哪，哪怕是密不透风的森林也能成为它们的猎场。这就相当于原来空中战场只有开阔地的团战，现在突然闯进来一群擅长巷战、游击战的选手，他们钻得进缝隙，追得上目标，打不过还能立刻钻进树林甩开对手，作战维度和灵活性完全不在一个层面。而且鸟类还有一个碾压级的优势，视力和神经反应速度。脊椎动物的大脑和视觉系统比节肢动物复杂太多了。鸟类的视力有多好？咱们人类的眼睛已经算不错了，猛禽的视力是人类的好几倍，能在上千米的高空看清地上的小老鼠。它们的神经反应速度也快，锁定目标之后，能在几毫秒内调整飞行姿态，精准抓捕猎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考古统计，科学家分析了上万份不同年代的远古昆虫化石，发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从1亿5千万年前开始，也就是鸟类出现之后，昆虫的整体体型就一直在持续缩小。重点是，那个时候地球大气的氧气含量
并没有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下降的幅度非常平缓。这说明什么？说明氧气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后期最关键的原因。真正逼得昆虫越变越小的是捕食压力。我给你举个生活化的例子，就像一个小区里，原来全是大个子，没人管得住，大家都往大了长。后来突然来了一群保安，眼神特别好，跑得特别快，专门抓显眼的目标。那你说是个子大的容易被抓，还是个子小的容易被抓？肯定是大的。目标大，容易被发现，逃跑的时候转身也慢。反而那些小个子能躲进树叶缝里，能钻到草丛里，保安眼神再好也难找到。久而久之，活下来的都是小个子，大个子慢慢都被吃掉了，种群的平均体型就一代一代缩小了。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力量，不需要环境天翻地覆，只要来了一个更高效的捕食者，整个种群的演化方向都会跟着改。曾经的巨型昆虫靠大体型称霸天空，没有天敌，体型大就是绝对优势。但鸟类出现之后，大体型反而成了最显眼的活靶子，飞得再快也架不住对手更灵活，眼神更好。于是昆虫选择了另一条路，缩小体型，提高繁殖能力，靠数量取胜，靠隐蔽求生。它们没有灭绝，只是换了一种活法，从天空的统治者变成了生态链里的基层角色。而这场空中的军备竞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鸟类在升级捕猎技巧，昆虫就在演化伪装、毒性、假死各种技能，双方你追我赶，斗了1亿多年还在继续。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觉得故事差不多就结束了。巨型昆虫衰落了，翼龙和鸟类接管了天空，恐龙统治了地面，然后就是小行星撞地球，恐龙灭绝，哺乳动物上台。但我要告诉你，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天空的格局在变，地面的演化也在同步进行，而且很多变化比我们想象的更颠覆认知，甚至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从根基上重塑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它的影响比天敌出现还要深远。咱们先来说说地面上的恐龙。很多人印象里的恐龙都是光秃秃的，长着粗糙的鳞片，张着血盆大口，是冷血的、凶猛的爬行动物。但1996年，中国辽西的一次化石发现，彻底推翻了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认知。那块化石里的生物叫中华龙鸟，是一种小型的兽脚类恐龙。化石清清楚楚地显示，它的全身上下都覆盖着羽毛状的结构，是类似绒毛的丝状羽毛。这不是飞行用的正羽，是保温用的绒羽，也可能用来求偶展示。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羽毛根本不是鸟类的专属，很多恐龙早在鸟类出现之前就已经长出羽毛了。而且羽毛最初演化出来根本不是为了飞行，就是为了保暖。后来人们又在辽西发现了更多带羽毛的恐龙，其中最颠覆认知的就是羽暴龙。羽暴龙是一种大型肉食恐龙，是霸王龙的远亲，体长接近9米，体重能有 1.5 吨，比一头成年大象还重，但是它全身上下都覆盖着浓密的羽毛。你想象一下，一头将近10米长的巨型掠食者，浑身毛茸茸的，像个放大了几百倍的小鸡，是不是反差感特别强？很多人接受不了，觉得恐龙就该是凶猛的、鳞片的样子，长毛就不霸气了，就失去了恐龙的感觉。但我反而觉得，这才是演化最真实的地方。演化从来不是为了让生物看起来更酷、更威风、更符合人类的审美，它只看一件事，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把基因传下去。
在当时的环境里，长羽毛能保温，能让身体保持更稳定的温度，活动时间更长，捕猎效率更高，甚至还能在求偶的时候更有竞争力，那这就是好性状，就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好不好看，威不威风，演化根本不在乎。现在我们已经基本确定，几乎所有的兽脚类恐龙都长羽毛，就连霸王龙幼年的时候很可能也是毛茸茸的，长大之后因为体型太大，不需要毛发保温，羽毛才慢慢退化，就像今天的大象、犀牛一样。所以你印象里那个光秃秃的霸王龙，很可能小时候是个圆滚滚的毛茸茸小崽子。而且不光是羽毛，恐龙对飞行的探索也比我们想的更疯狂、更多元。很多人觉得飞行的演化就是一条直线，恐龙长出羽毛，前肢变成翅膀，慢慢学会飞，最后变成鸟。但真实的演化根本不是这么线性的。比如小盗龙这种小型的兽脚类恐龙，不光前肢变成了翅膀，后肢也长着长长的羽毛，相当于长了4个翅膀。科学家一开始以为它是像双翼飞机那样上下叠着飞，后来通过风洞实验才发现，它飞行的时候会把后肢张开，形成一个 X 型的翼面，主要用来滑翔，能从高高的树上滑出去几十米远，甚至可能具备短距离的主动飞行能力。还有近鸟龙，生活在距今1亿6千万年前，比始祖鸟的年代还要早，也长着发育良好的羽毛，具备初步的飞行能力。这些发现都指向一个结论：飞行的演化根本不是一条单行道，不是某一种恐龙慢慢升级，最后变成了鸟。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有好多种不同的恐龙，都在各自尝试往天上走，有的用前肢飞，有的4肢都用，有的擅长滑翔，有的能短距离振翅。他们就像同时做实验的不同小组，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灭绝了，最后只有其中一只演化成了我们今天的鸟类。生命的演化从来不是单线程的升级，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无数条路同时延伸，有的走通了，有的走进了死胡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幸存者的轨迹。就在恐龙们忙着长羽毛、练飞行，统治着地面和天空主流生态位的时候，另一类生物正在地面的阴影里悄悄发育，那就是早期的哺乳动物。很多人对中生代哺乳动物的印象，就是老鼠一样的小东西，躲在洞里，晚上出来捡点虫子吃，天天被恐龙欺负，完全是生态里的边缘角色。这话对，但也不全对。大部分早期哺乳动物确实很小，比如始祖兽，体长也就15厘米，体重20-30克，跟咱们今天的小老鼠差不多大。但它们已经具备了哺乳动物的核心特征，比如更完善的繁殖方式、更发达的大脑，还有恒定的体温，不管天冷天热都能保持稳定的活动能力。但也不是所有哺乳动物都这么小，都这么怂。比如爬兽，体长能到75厘米，差不多有一只狐狸那么大，是当时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最震撼的是，科学家在一块爬兽的化石里发现它的胃部位置清清楚楚地躺着幼年鹦鹉嘴龙的骨骼。也就是说，这种哺乳动物是吃恐龙的。那块化石保存得特别完好，小恐龙的骨头还保持着大致的形态，说明爬兽是把小恐龙撕成大块，或者直接整只吞下去的。吃完没多久就遭遇了意外，所以胃容物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直接打破了中生代哺乳动物全是猎物的刻板印象。虽然它们吃的是没长大的小恐龙，但也证明了哺乳动物从来不是一味的挨欺负，它们也在找机会往上走，在夹缝里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还有远古降兽，
一种比蝙蝠早了几千万年的哺乳动物，它也靠着四肢之间的皮膜，学会了在树林之间滑翔。你看，哪怕在恐龙统治的时代，哺乳动物也没有躺平，它们有的尝试变大，有的尝试上天，有的强化咬合力，有的钻进地下，在恐龙看不到的地方，尝试着各种各样的生存策略。但整体来说，它们还是低调的，是蛰伏的。大型恐龙占据了主要的生态位，正面硬刚肯定打不过，那就缩小体型，降低能量需求，提高环境适应能力，躲在恐龙的阴影里慢慢繁衍生息。这种策略看起来很怂，但特别有效。因为巨型生物有巨型生物的软肋，它们对环境的要求高，需要的食物多，种群数量少，一旦环境出点问题，先扛不住的就是它们。反而小型生物吃得少，繁殖快，哪里都能活，抗风险能力强得多。这就像市场里的巨头和小公司，巨头体量大，资源多，看着不可战胜，但市场一旦出现大波动，巨头传大难掉头，很容易栽跟头。小公司灵活，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钻，熬到巨头倒下，就能顺势起来，占领空出来的市场。当时的哺乳动物就是生态里的小公司，默默攒着经验，等着属于自己的时代。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在哺乳动物真正崛起之前，还有一场悄无声息的环境革命，先从底层改写了整个生态系统。这场革命的发起者不是动物，是植物。大概12500万年前，白垩纪早期，地球上发生了一件看起来不起眼，但影响极其深远的事，开花植物出现了。最早的开花植物代表之一，就是在我国辽西发现的古果，看起来小小的，平平无奇，和今天的草本植物有点像，但它的出现相当于给地球生态系统换了一套底层操作系统。在这之前，地球上的主流植物是蕨类、针叶树这些裸子植物和蕨类植物，它们生长慢，生命周期长，落叶和凋落物少，木质素含量高，分解起来也慢，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速度很慢。但开花植物不一样，它们生长速度快，生命周期短，开花结果之后，花叶、果实很快就会凋落，产生大量容易分解的有机质。这些凋落的花叶、果实，一部分被动物吃掉，还有很大一部分会被雨水冲进池塘、湖泊、沼泽这些静水水域里，堆积在水底。水里的微生物一看有这么多养料，立刻开始疯狂繁殖分解。但微生物分解有机质是要消耗氧气的，大量有机质同时分解，会快速把水里的溶解氧耗光，形成局部的缺氧环境，也就是科学家说的低氧区。你可能会说，水里缺氧跟昆虫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绝大多数昆虫幼年阶段都是生活在水里的，也就是幼虫阶段。比如我们熟悉的蜻蜓，幼虫叫水菜，一直生活在水里，要蜕10几次皮才能爬出水面变成成虫。蚊子、苍蝇、蜉蝣这些常见昆虫，小时候也全是在水里长大的。巨型昆虫也是一样，它们的幼虫阶段全是在淡水里度过的，水就是它们的育婴房。如果水里的氧气不够，幼虫首先就活不下去，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成虫再强也没用，种群根本没法延续。而且这不是某一个池塘的问题，是随着开花植物在全球扩散，几百万、几千万个淡水生态系统同时出现了缺氧的情况。这种影响不是1年2年，是持续了千万年，一代一代的筛选。这才是最致命的打击。之前不管是翼龙还是鸟类，都是从成虫层面进行捕食，
就算捕食压力大，总有漏网之鱼，种群还能延续。但开花植物带来的水体缺氧，是从幼虫阶段就开始釜底抽薪。你成虫飞得再快再厉害，后代在水里活不下来，一切都是白搭。这就像打仗，对方不跟你正面硬刚，直接把你的粮仓和产房全端了，你再能打也撑不了几代。很多巨型昆虫就是这样慢慢消失的，不是他们打不过新的掠食者，是他们根本没法完成完整的生命周期，后代长不大，种群自然就慢慢消亡了。当然，开花植物带来的不只是毁灭，也有新的机遇。开花植物的花蜜、花粉、果实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昆虫，比如蜜蜂、蝴蝶、飞蛾这些传粉昆虫。它们和开花植物互相成就，协同演化。植物靠昆虫传粉繁衍，昆虫靠植物获取食物，一起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缤纷多彩的陆地生态。可以说，没有开花植物，就没有今天这么多样的昆虫，也没有我们熟悉的各种瓜果蔬菜。而这些丰富的植物资源也给哺乳动物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让它们能更快地繁衍分化，为后来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一场来自植物的变革，一边摧毁了旧的生态，一边又为新的生态铺好了路。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最开始的问题，巨型昆虫为什么会从地球上消失？根本就不是单一原因，不是简单的氧气下降，也不是单纯的被天敌吃掉，是好几重压力叠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氧气含量缓慢下降，从根源上锁死了节肢动物的体型上限，让它们再也没法长到石炭纪那么夸张的大小。然后是翼龙和鸟类先后登场，带来了全新的空中竞争模式，捕食压力越来越大，大体型从生存优势慢慢变成了生存负担。最后是开花植物崛起，从淡水生态的底层掀了桌子，断了它们幼虫阶段的活路，从根基上瓦解了巨型昆虫的种群延续能力。三重打击叠在一起，曾经不可一世的巨型节肢动物只能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把生态位让给更适应新环境的物种。这从来不是谁更厉害谁就能赢的故事，是谁更能跟上环境变化，谁才能活下去。后来的故事大家就更熟悉了。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上了今天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引发了全球性的灾难。撞击的威力相当于几百万颗氢弹同时爆炸，火山大规模喷发，巨量的尘埃和硫酸气溶胶进入平流层，遮天蔽日，好几年都散不去。阳光照不到地面，植物没法光合作用，大量死亡，食物链从底层开始崩溃。曾经统治地球1亿6千多万年的恐龙，还有称霸天空的翼龙，都在这场灾难里灭绝了。那些曾经站在顶端的巨型生物，那些靠着大体型碾压一切的霸主，在全球性的环境灾难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因为他们需要的食物太多了，对环境的要求太高了，一旦食物链断裂，最先饿死的就是他们。反倒是那些体型小、吃得少、适应能力强的生物，比如小型哺乳动物，比如躲在水里、洞里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扛过了这场灾难。灾难过后，天空空了，地面的生态位也空了出来，哺乳动物顺势崛起，慢慢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物种，占据了恐龙留下的位置，直到演化出了我们人类。很多人喜欢说强者生存，喜欢崇拜力量，崇拜体型，崇拜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霸主。但地球几亿年的生命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永远的强者。石炭纪的巨型昆虫是强者，它们消失了。
侏罗纪的恐龙是强者，它们灭绝了；白垩纪的翼龙是强者，它们也没留下来。真正能穿越漫长时光的，从来不是最强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这就是演化最核心的逻辑，适者生存。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些都是几亿年前的老故事了，都是些灭绝了的怪物，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太大了。我们今天聊的从来不是什么史前怪兽的猎奇科普，是一套写在所有生命基因里的生存法则。这套法则放到今天，放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依然适用。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你曾经引以为傲的优势，可能换个环境就成了包袱；你曾经看不起的小角色，可能换个时代就成了主角；你曾经奉为真理的经验，可能规则一变就成了困住你的枷锁。没有永远的铁饭碗，没有永远的领先地位，也没有永远正确的经验。环境一直在变，规则一直在变，昨天的成功经验放到今天可能就是陷阱。就像巨型昆虫靠高氧环境长到了体型巅峰，氧气一下降，首先扛不住的就是它们。就像恐龙靠巨大体型统治了陆地，小行星一撞，最先灭绝的也是它们。真正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把某一项优势拉到极致，不是把自己的路走得越来越窄，而是保持弹性，保持适应能力，能在环境变化的时候及时调整自己的节奏。别沉迷于过去的辉煌，别困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别觉得自己现在站得高就永远不会掉下来。地球40多亿年的历史里，出现过无数个霸主，没有一个能走到最后。每个物种，每个生命，甚至每个时代，都只是漫长时光里的一段插曲。生命从来不会断裂，它只会不断重构，不断迭代，不断用新的形式延续下去。我们今天能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有多强，是因为他们一代一代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环境巨变，适应了一次又一次的规则改变，才把生命的火种传到了我们手里。回望那些失落的远古世界，看着那些曾经存在又消失的神奇生物，我们看到的不应该只是猎奇和惊叹，更应该看到生命的韧性，看到演化的真相，看到我们自己身上那串延续了几十亿年的关于适应和生存的密码。毕竟在宇宙无尽的时光洪流里，能一直走下去的永远是那些懂得敬畏，懂得跟着世界一起变的生命。